Hello，这里是校园在友，我又来了。我们来到第3个我们的动态技法，就是弧形运动，也叫 Arc。那么这个技法呢，是在那个迪士尼12项动画原则里面常用的，就是它这个物体运动它跳起来非常有意思，它是会像一个弧形一样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方式呢，跟上一次讲的这个弹跳是非常类似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好。其实呢，咱们这个弧形运动啊，就比上次弹跳运动更进一步了。上次弹跳呢就是向上的在运动，这弧形运动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轨迹在运动，是吧？然后这个轨迹的话，我们就可能需要用动画的思维来去思考了，而不能去以曲线的思维去思考。所以这个就是更进一步了，让大家更加以动画的方式来思考，我该怎么去做动画，而不是去死记硬背那些曲线的这些模板。而且呢，这个里面就用了动画的一些夸张手法，因为这个方形跳起来它不可能是一个弧形，对吧？在自然界中或者现实生活中，所以是用了这种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它非常有趣。然后呢，咱们的这种手法呢，在2维动态设计里面用的特别多，3维的情况下，或者是咱们产品动画，还有我们看到那些影视片子，它其实很少用到这个技法。但是呢，这个技法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我还是来给大家讲一讲。好，我这个 PPT 动画狂魔又来了，我又在 PPT 里面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弧形运动的主正动画，给大家先看一下是什么意思。读是吧 ？biu，好，其实它就是方形，跟之前一样的有一个预备压缩的动作，然后呢，它不是往上跳了，它是以一个弧形的方式跳到另外一端，另外一端呢，然后还有一个后摇动画，也是一个压缩的就是这样子 biu， 好。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解剖一下这个动画，因为这个弧形运动我们就可能不能在一个物体上 K 动画了，我们需要 K 3个物体的动画。首先呢，我们肯定是有一个压缩的物体，比如说一个方块，它开始压缩，然后膨胀回来的时候，这个物体就会消失掉，然后接到这个弧形运动的物体，让它弧形运动过来，然后这弧形运动的物体消失掉，然后再接到第3个物体，一个压缩回去的动画。所以我们这个动画不是在一个物体上做出来的，而是连续接了3个物体把这个动画给串起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更加像动画的关键帧思维了，而不是那种像我们第一节课的这个曲线思维。好的，我们还是来到我们老伙计 CCD， 还是一样的，万物属于方块，对吧？我们刚才通过分析呢，我们有3个部分的物体。首先第一个物体呢就是我们的方块，我们首先要做一个方块的一个压缩动画，就这样压缩弹起来的动画。好，我们首先把这个命名一下，叫前摇物体，这样的可能明显一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物体点下这个，把它 C 掉以后，我们把它坐标归到下面，这样的话调 Y 方向就能这样子压缩了。那这是我们想要的，对吧？好，我们还是简单 K 一下。首先是1，然后我们要把它压缩一下，然后呢，它可能再弹回来，就是1。好，我们先完成一个前摇动画，嘣。好，那么这个前摇动画呢，我们打开动画窗格 ，Shift 加 F3，我们找到曲线。我们之前已经锻炼过一次了，就是做这个压缩动画。那么这里就我们快速把它完成就好。那么还是一样的，想要它速度特别快的往下压缩，而不是一个这慢一点的。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线往这边拉一点，好，那就会非常快的往下压，对吧？丢，然后跳起来，丢，跳起来。但是它感觉这个速度有点太慢了，我们把时间呢，把它往这边缩一下，好，快点弹起来，好，压，然后它这个弹起来的时间感觉它有点慢了弹起来时间有点慢，我们调一下这个后面弹起来的时候的曲线，想它快点往上冲。那么现在这个速度呢是横的，这里有点慢，把速度往这边拉一下，这边拉，让它速度很快过来，看一下，好，这个前摇动画呢就基本上完成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往下压一下上来，对吧？接下来我们就接一个弧形，让它从这里蹦到这里来，是吧？所以我们又要新建一个图形了，就是一个弧形。那么弧形该怎么创建呢？这里有个叫 Arc， 就是弧形的线条，你点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线条，把它角度改一改，改成180度，那么它有一个完整的弧形。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线条啊，把它挤出一下，我们选择 Sweep， 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它就会直接作为它的母级跳到上面去，很方便啊。当然，我说我就不会用快捷键，我就要自己画上去，那行，那你直接点一下，然后把它丢到里面也可以啊。然后呢，我们再用一个方块，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让它直接会到下面来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笨办法，新建一个方块，然后把这个放下面来啊。那么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图形了。但是呢，这个方块可能太大了，把方块减小一点，比如说200，哇，搞太大了，不好意思，200啊。那么这个方块的这个粗细呢，要跟咱们的这个立方体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才让人看出是这个立方体跳出来的，而不是其他什么图形。所以大家的这个长宽一定要跟这个立方体一致。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大一点，让它跳得远一点，是吧？放大一点，让它跳得远一点。这样我们把它对齐一下。好，我们可以选择在 Display 改成 Hidden Line 模式，就是线模式，这样能看得到物体一些。我们把这个呢，把它叫做弧形运动物体。好，那我们想要的动画是这样子。首先，这弧形运动物体是不存在的。先让这个物体开始的物体压缩一下，它弹跳的一瞬间呢，这个物体就消失了。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它的消失动画。我们找到前额物体。它这里有一个 visible in editor、visible in renderer， 它们两个意思都是消失，但是第一个消失呢是在咱们这个编辑器上消失，但你渲染还是能渲染出来。下面这个呢是不会在这里消失，但是你渲染的时候会消失。那如果我想两个都消失呢，你就把这两个都打上关键帧，比如说在这里前一帧两个都打上关键帧，我们在后一帧把这个关键帧改成 off， 那么它两边都要消失掉。那么它动画就是跳一下，消失了，是吧？消失的那个时候呢，一瞬间呢，我们就需要接咱们的弧形运动的动画。同样的，弧形运动我们找到它的这个，可见性，我们把同样的这个打上关键帧，然后到下一帧呢，让它出现。当然你点 default 跟 on 都可以啊，我一般点 default 就好了，就是默认它都会出现。好，那么形成了，那就跳出来，对吧？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控制咱们这个弧形的这个动态就好了，让弧形形成一个这样子跳过来的这个动画就行了。好，我们找到这个弧形。那么弧形的动画该怎么设置呢？在这个 Sweep Object 里面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控制方式，有一个叫Start Growth、End Growth， 这样它能控制咱们的这个弧形的位置，对吧？当然，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弧形呢，先把它缩小一点，把它缩成只有一个这样子，就是咱们到最高点是什么样，我们先把它做出来。好，这个在这里，然后这里是最高点，最高点，把最高点做出来以后呢，咱们直接 K 这个弧形的旋转动画就好了，就比较快，这样子直接旋转到这里来。好。那我们就 K 一下就好了。我们到18帧，点一下。一开始呢，应该是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可能花了一段时间，具体时间不知道，我就随便调一下，然后可能就到这边来了。好，我播放一下，是吧？但是呢，这个弧形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在这里的时候速度特别快，而不是一个慢速加速的过程，对吧？我们打开弧形的这个动画，找到我们的曲线。好，那么一开始呢，它应该是比较快的，这里是吧？比较快的一个冲刺。然后呢，它到最高点的时候，有一个减速到最高点减速，然后再下来，就是砰，这样的话就会有张有弛，比较有意思，而不是就直接过来了。那当你直接过来的话，就没有特别大的意思啊。当然，我先可以直接过来，好，假如它到这里直接过来了，那么到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给隐藏掉，是吧？
把它隐藏。我们还是找的这个可见性打一下，到4杀帧把它关掉 off。好，那么当它关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再新建一个后摇物体。那么同样的，我们还是万物始于方块，我们把这个方块跟它对齐一下，那么这个叫后摇物体。同样的把后摇物体给 C 掉，那么其实就是重复这个前摇物体的内容。那我们为什么还新建一个呢？其实你可以直接把后摇物体给删掉，把前摇物体复制过来。复制过来的话，就一定要小心，因为你复制过来的话，它的动画也是复制的这个前摇物体的动画，所以我就怕你可能没有 K 好，或者把这个搞乱了，就会导致你搞混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新建一个会比较保险。那么还是新建一个，改成后摇物体。好，把它对齐这里，然后呢，让这个后摇物体呢出现。那么先开始是看不见的，在这个帧这里要在这个帧出现，是吧？那么先把这个关键帧打上，后摇物体的，然后呢再拖到这边来，我们再打个关键帧 default 把它出现。我们这样拨一下它就嘿，是吧？虽然有一点点怪，但是我们先这么做着。我们前摇物体有了，中间物体有了，后摇物体有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调曲线，把它变得更好。首先我们要调的是，前面的部分已经看上去是 OK 的，对吧？现在要调的主要是这个弧形动画运动的这个曲线，把弧形运动呢，我把它调出来，这个曲线在这个 arc 这里点一下，然后点这个曲线面板。我们想要效果是，跳到这里的时候，在天空上面，它可能有一个慢慢的减速，然后它落下来的时候再加速，就跟我们的这个丢了个小球是一样的意思啊，只是它是个弧形的。那么到这里顶部的时候，打一个关键帧，按键盘上的 Ctrl 键。那么我们想让它慢慢的减速过来，就是它现在速度是这样子，对吧？我想让它慢一点速度。好，到后面呢，我们再给它一个加速。把这个锁解一下，可以拉大一点。这个锁也解一下，也可以把它拉大一点。好，这个时间你可以稍微调一下。让它这个正好在这个2个点的中间，这样时间就会好看一点。好，简单拨一下。好，有那味儿了啊，开始有那味儿了。现在还有点卡卡的，我们需要把这个速度运动再快一点。现在有点慢，它这个上面的运动速度，我们把它稍微倾斜一下，就速度更快了。把这个呢稍微对一下，我们主要是把这个曲线把它做的很平滑的感觉啊。比如说你把这个稍微拉大了一点，那么这曲线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不平滑的感觉，就不对。所以你把曲线拉的比较平滑一点。看一下，我们可以再让它倾斜一点。那再让它倾斜再快一点，让它。好，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弧形的运动的整体时间有点长，我想把它缩短一点。缩短一点怎么操作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Dope Sheet。我们找到这个弧形运动，现在这个关键特别多啊，千万不要搞晕了啊！关键多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选的这个动画。我现在是找弧形的这个动画的旋转，是吧？我就找到它，然后呢，把它整体的。把它稍微缩过来一点。当你缩过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你缩过来的时候，你的这一个动画后摇物体的动画的出现的时间，一定要跟你这个最后落下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把2个都选中，然后呢，把后摇物体的也选中，把这里整个都选中，这边拉一点，看一下。这样子的话，它运动就快一点，就不会像之前那么慢了。之前的话是很慢的，半天都不下来，等着急，所以把这边拉过来一点，好，再过来一点，就比较微妙。好，而且我觉得前面这个减速的这个酝酿的这个前摇动画有点长，把前摇动画的话也想把它改短一点，你就可以把整体选中一下，这边拖一下。好，那么前摇动画就会稍微短一点，这样的话感觉就比较自然，对吧？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啊，你把曲线 K 好以后，你还要去调整一下这个时间，所以我一般用这个 Dope Sheet 就可以调整时间，把它们整体调一下。好，那么我前摇、中间的都做好了，接下来就是解决后摇。那么这个后摇呢，就一个压缩动画就完了。啊，同样的，我们这块物体呢，把它 C 掉，哎，最外轴放到最下方，然后呢，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往下压的动画，是吧？那么同样的，我们找到 Y 点一下，这里往下压一下，好，再回来，我们找到这个后摇物体，把曲线还是改成，比如说之前同样的是吧？把这里稍微拉一拉，哎，这里拉一下，嘿，有那味儿了。接着呢，我们开始要优化咱们的这个动画了。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个在上面的时间有点长啊，还觉得有点长。那么同样的，我们再把这个整体动画我这边再拖一下，让它别在上面待太长。好，这里我也把它拖一下，这边我也把它压缩一下。好，我们再完善一下这个曲线，用曲线的话，让它再倾斜一点点，这样的感觉比较自然一点了。啊，就其实就是一些微妙的调整，让它变得更加的顺一点。好，我们接下来该怎么优化呢？同样的，因为这个东西往下压的话，会有一个压瘪的过程，对吧？那我们就增加下一些压扁的内容就好了。我们同样找到前摇物体。找到前摇物体的，哎，那么前摇物体在最开始，我们需要给它 K 一个这个缩放，是吧 ？XY 同样的 ，XY 打一下，XZ 打一下，那么到这里跟这个 Y 的缩放的时间对齐，把它稍微放大一点，比如说那就1.4吧，就随便把它放大一点就好了。然后我们弹跳的一瞬间，还原。当然，你这个曲线要跟这个Y 伸缩的动画曲线一致，但是你现在不调的话，看上去也没特别大关系啊，是吧？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所以你那个曲线的不一致可能影响没那么多。当然为了规范，你还是调一致。我们还是把它展开，找到刚才调的 XZ 方向的缩放动画，把这里呢拉大一点。那么它就跟 Y 方向的缩放动画匹配，这样的话就是对的。好，那么这边呢也是要做同样的操作就可以了。我们找到后摇物体的这里后摇物体的话，我们把 XZ 打上，那么到这里的时候跟它的 Y 的缩放对齐，同样的给它1.4。当然你给1.5也是没问题的或者你给2也行，让它拉得更大一点都可以1.4。然后再回来，1，好的，我们找到后摇物体的 XY 选中，按住 Ctrl 选中2个，打开这个曲线，同样的把这里再拉一下，支持它拉一下，按住 Ctrl 键把它拉一下，那么它下来的时候也是对的 ，OK， 那么这个动画就完成了，biu，是吧？biu。现在我们还可以完善一下这个后摇动画的这个部分。后摇动画看上去没有前摇动画那么有力道，没有力道的原因可能是它的看它的 Y 方向的这个曲线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看一下。好，我觉得它可能是时间太长了它的这个后摇动画，把后摇动画的时间改短一点，我把这拖一下，拖一下。差不多，那么我们这个弧形运动呢，也就这样子完成了。那么这个例子给大家的是思考，其实有些动画它不是一个物体上完成的，它是几个物体相接所做成的看到这里我就接了3个物体，一个前摇物体，中间的弧形运动物体，还有后摇物体，所以就有3个物体。当然，这技法呢，也就是上节课说的这个压缩，对吧？
还有这个跳到最高点的时候让它慢一下，慢慢的下来啊，慢慢节奏下来，还有其实就是上节课所讲的内容，只是这个重新演绎了一下。所以这节课呢，其实是上节课的一个更加进阶的内容啊。好，大家呢可以就直接复刻我这个内容也是可以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再做好几组不同的，你可以把这几个打组，按住键盘上的 Alt 加 G 打组啊，你可以复制很多份，3个人一起跳总比1个人一起跳好玩，是吧？然后你可以把时间就错位一下，让他们疯狂的跳。当你复制的时候，发现这个动画特别多，你可以把它这样子把它收一下啊。你把之前稍微错位一下，每3组，他们3个的时间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啊，很有趣。好，那我就不多玩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弧形运动，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其实动画它可以由不同的物体组合所完成啊。